1953年前后，新中国启动了授衔仪式。1954年9月，中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，12个委员当中包括毛泽东、邓小平和后来的10大元帅。然而，战功赫赫的粟裕并不在其中。提起粟裕的大名，在近代战争中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甚至毛主席都称赞他是淮海战役的第一功臣。刘伯承也曾经夸他是我军优秀的将领。与他惊人的战功相比，他为人的谦逊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曾经2次让出司令的位置，令人敬佩不已。第一次是在1945年10月，中央决定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司令，张鼎臣为副司令。粟裕接到这样的任命后，向中央主动提出，希望张鼎臣做司令，自己做副司令。第二次是1948年，中央决定要把陈毅调到中央中原局，任命粟裕接替陈毅华东野战军司令的职位。这一次，粟裕又一次提出，怕没有能力接任陈老总的位置，希望中央仍然让陈毅兼任华东野战军的司令，自己代理一切工作。主动让贤的粟裕有一种难得的品质，粟裕是几十年难得一遇的军事人才。他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屡建奇功，堪称战神级别的英雄。有人说，在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决定举行一次授衔，原定粟裕是元帅之一，最后授予大将是因为粟裕主动让的。这样的说法还有很多，历史上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？粟裕又有怎样的战功呢？在进入正题之前，新进来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，既不错过未来精彩内容，又可回顾往期视频。从热血爱国青年到投身革命，粟裕，男，侗族，1907年8月生，出生在湖南会同一个叫凤木树脚村的地方。6岁的时候进入私塾读书，9岁的时候转到邻村国民学校读书，开始接受新思想教育。11岁的时候，全家搬到会同县城。粟裕进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。16岁参加学生抗议军阀欺压百姓的游行。1924年，也就是在他17岁的时候，对封建家庭的束缚和包办婚姻的不满，选择了离家出走，来到了常德，在湖南省立第2师范学校学习。从这个时候，频繁地参加各种反帝反压迫的爱国运动。1925年，在校期间，粟裕参加校内共青团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，慢慢地接触到共产党，开始有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想法。同年6月，上海发生五卅惨案，粟裕参加了常德各界为上海声援的游行示威活动，引发当时罢课游行的热潮。第2年的11月，粟裕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积极参加了学生支援北伐和工农革命的运动。1927年，粟裕已经20岁了，在常德参加了全国各界声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所犯下的罪行，暴露了身份，被国民党追杀，不得不出逃。粟裕到了武昌，参加了当时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，在部队教导队担任学员班班长。同年6月，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后随着24师开赴南昌，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，此时任警卫队的班长。南昌起义在潮汕地区失败后，粟裕跟着部队与朱德、陈毅部队会合，在湖南、广东地区开展游击战和领导农民运动。1928年，经历了湘江起义，随后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，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。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，曾担任过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、师长、参谋长等职位。井冈山斗争结束后，转战贵州、福建等地，和中央红军一起参与了5次反对国民党的围剿。1934年，粟裕被任命为红军抗日先遣部队的参谋长，辗转于福建、浙江、安徽各地。第2年2月，任师长，率领挺进师500余人，径直向国民党浙江地区挺进，开辟了浙江革命根据地。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，粟裕依靠广大百姓的力量，灵活应用游击战术，多次突破国民党的围剿，有效地争取到了时间，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。抗日战争时期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，
粟裕所在的挺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地区抗日游击总队。1938年任职新四军第2支队的副司令员，任先遣支队的司令员，率兵向江南敌后挺进，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，建立苏南抗日根据地。刚进入江南不久，首战围刚告捷。当时粟裕率领先遣部队到达江南，他在对敌情进行侦察后，发现国民党军队在此对抗日军中并不占优势，当地老百姓缺乏抗日的信心。于是粟裕带领部下破坏了当地的铁路，在维冈地区对日寇设下埋伏。日军并不知情，开着汽车进入了粟裕的圈套。看准时机，粟裕一声令下发起猛攻，日军几辆汽车被我军击毁，缴获敌军武器装备，此战胜利。维冈这场伏击战虽然规模不是很大，但是意义重大，大大的鼓舞了江南人民群众抗日的热情，打破了日军不败的神话假象，也让江南的百姓看到了希望。经过几年的相持，日寇的身影依然在我中国大地上。到了1944年，时任新四军第1师师长的粟裕，针对当前的抗日形势，做出了自己的判断。我军队伍不断壮大，很多地方部队依然具备和日军独立作战的能力，我们应发动车桥战役。当时的车桥镇是日寇的一个据点，也是苏中和苏北的一个重要枢纽。此战胜利不仅可以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，还可以对日军进行严厉的打击。所以中央军委同意了粟裕的意见，命令由粟裕全面负责此场战役的指挥，副师长叶飞全力配合粟裕的工作。3月5号，我军整装待发，从南北两面向车桥镇的敌军发起了强攻模式，仅仅用了25分钟就攻入到车桥镇。在炮火的掩护下，几路小队分各个方向出发，逐一攻破日军的每一个火力点，数小时就摧毁了日军50余座碉堡。战役结束后，我军不仅收复了车桥，还一共歼灭日军460余人，俘虏了24人，其中的俘虏就包括日军的3则金夫大佐。在抗日战争中，中国军队俘虏的最高职务的日本军官被俘虏不久后死亡，日本甚至追封他为少将。其他俘虏的20几名日军是1944年以前所有的战役中我军生俘日军人数最多的一次。车桥战役是粟裕带领的部队主动发起的大规模作战，也是从此战役开始，粟裕开始了对日军的反攻，揭开了华中地区对日军进行战略反攻的序幕，为日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1945年，为了巩固华中地区，完成战略任务，粟裕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，经中央批准，决定在江苏高邮地区发动一场战役，彻底消灭高邮古城内的日军残余势力。高邮地理位置优越，地处京杭大运河，南可控制扬州，北是两淮地区的扼要，在华中解放区的南线上，是运河上的铁门，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此地不仅地理位置重要，而且城防坚固，城墙又厚又高，还有很多隐蔽的堡垒作为掩体，所以此场战斗很是激烈。据当年参加过此次战斗的老兵回忆，当时他们攻城用的云梯很细，经常被城墙上的日军和日伪军用刀砍断，致使我军有不少的伤亡。即使这样，战士们依然顽强地登城墙。在城墙外的不远处，我军筑起了工事，架起重机枪压制对方火力，掩护我军战士登上城墙。在猛烈攻击下占领了城墙，与敌军进行肉搏。历时7天，在我新四军的多路进攻下，守城的日军看到大势已去，纷纷缴械投降。据有关资料记载，当时高邮城一战歼灭敌人1100余人，俘虏900人左右，歼灭日伪军5000人，生俘3000多人，缴获火炮枪支无数，军事用品更是数不胜数，战利品的获得数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历史之最。高邮战役结束后，粟裕瞬间将方向转到陇海铁路东段，经过激烈战斗，歼灭了敌军，彻底地拔除了华中解放区的全部日伪军点，铁路沿线的控制权回到了我军手里。高邮和陇海铁路东段的战役是新四军与日军的最后一战，也是抗日战争史上最后的一战。
粟裕在几场战役的表现不畏惧、不等不靠，主动出击。这位身经百战的猛将以自身的实力对日作战，为抗日战争取得全面的胜利做出巨大的贡献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有人说抗日战争年代粟裕是崭露头角，那么解放战争时期的粟裕是他军旅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。这一时期他不仅打赢了很多仗，而且场场都是神仙仗，使得他成了我军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战神。解放战争的初期，毛主席就很信任和器重粟裕。1945年任命粟裕为华中野战军区司令员。在高邮战役取得胜利后，1947年毛主席又命令粟裕负责华东战场的指挥。这一年粟裕刚满40岁，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，陈毅是总司令。但是陈毅对全体官兵说，粟司令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。粟裕没有让毛主席和陈毅失望，华东战场的捷报频频传来。在粟裕的指挥下，我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第69师，把南京的蒋介石气得够呛，粉碎了国民党对华东地区的进攻。尤为著名的就是孟良崮战役。当时粟裕面临的是国民党王牌师第74师，将领是名将张灵甫。蒋介石向山东地区派遣了45万大军，目的是为了将华东野战军赶出山东。粟裕没有懈怠，整天研究地图，想出一个好办法，那就是和国民党军队捉迷藏。等其不耐烦的时候，趁其不备发起进攻。一开始张灵甫部队占了上风，蒋介石很是得意，命令张灵甫速战速决。此时我军已经退到山区，张灵甫的部队大都是重装备部队，进入山区就很难开展活动，适合在平原作战。但是军令不可违，只好向山区发起进攻，就这样给我军带来了转机。粟裕巧妙地利用地形，掐断了国民党军队的后路，率领主力部队穿插在各个山上进行小型的攻击。张灵甫为了掌握主动权，将74师主力部队带上了孟良崮。好处是易守难攻，可以居高临下掌握所有敌情，缺点是容易成为孤军。张灵甫利用自己为诱饵，引粟裕上钩，然后和附近的其他国民党军来个里应外合。这一点粟裕也想到了。粟裕早已有了对策，命令各部队日夜兼程，包围张灵甫部队。在6路纵队的合围下，粟裕以最快的速度围攻第74师。因为粟裕也知道李天霞带领的国民党第83师就在附近，如果他及时赶来援助，我军就成了夹肉饼。在我人民解放军全力合围下，张灵甫受到了重创，他的部队暴露在华东野战军的炮火之下。附近的李天霞只是象征性的派出一个连进攻了孟良崮的东边，其余部队按兵不动，可以说是眼睁睁地看着张灵甫挨打。我军猛烈的进攻加上张灵甫友军的消极支援，经过10几个小时的恶战，最终以攻占了孟良崮告终。这场战役中我军伤亡很多，但是歼灭了国民党军的王牌师，还是值得的。国民党名将张灵甫也在这场战役中身亡。当国民政府听到这样的消息时，很是震惊，将军更是痛心不已，甚至责备李天霞为何不及时支援。也是这一战役成就了粟裕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传奇故事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粟裕当选过全国政协委员，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、国防部副部长、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要职。当然，在他身上最多议论的还是没有当选新中国10大元帅，而是降了一级，成为了开国大将。当时毛主席说，元帅必须是在各个时期都有卓越功绩的人。粟裕是近代的名将，但是他的才能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慢慢显现出来了。在国民革命红军时期并没有任何突出表现。因为粟裕是否可以当元帅，当时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还推荐过他，也无果。当时很多人问粟裕将军是否对没能授衔元帅感到遗憾，粟裕的态度是当个大将都觉得高了。虽然粟裕未能成为开国元帅之一，但是他是开国大将之首，这也是对他军旅生涯做出贡献的肯定。后人也一定会记住他的高光时刻，
他已经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了。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欢迎新老朋友们在评论区积极留言讨论，留下你独特的见解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朋友，可以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